我就知道两位师兄慧眼如炬，很快就能看出来，师弟在坠魔谷中的确有一番机缘，才经过一番苦修后进阶，如此快能进阶元婴中期，可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情。不过要不是知道晚上有两位师兄看护，不会出什么大碍，我被困如此多年，早就心急万分了，哪里还有什么心思静下心来修炼，这还要多亏两位师兄。师弟说的哪里之言，南宫妹子既然认我做了大哥，这看护她那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况且所谓看护，其实我这做师兄的又有什么忙能帮上，还是只能让弟妹困居冰中，实在是惭愧呀。师弟已不足300年寿元就进阶元婴中期，说出去恐怕震惊了整个天南了。看来以后元婴后期不用说了，就是进阶化神期，师弟也是大有可能啊。以韩立这等恐怖的进阶速度，在天南的修仙界历史中，恐怕还真是寥寥数人才可比肩。这样的修炼速度已经和个人的修炼资质没有多大的关系，大半都是要看个人的机缘造化，这可不是强求来的。韩立自然口中谦逊了2句，接着故意扯开了话题，问起了当年自己失踪后在坠魔谷发生的事情。从当年亲自见证大战的人口中得到消息，自然远比其他人捕风捉影来得真实的多。老者听到韩立此问，却是不禁苦笑了起来。原来当日韩立被空间裂缝吞噬后，那另一只古魔暴怒无比，老者正觉性命不保之际，其他修士却恰好赶到。最先到那里的修士，即使再和魏无涯他们联手，仍然奈何不了同样变身成为双头四臂的另一只古魔，反而不久就岌岌可危起来。在关键的时候，那群木兰人总算赶到，结果双方联手之下，总算困住了此魔。一场大战之后，在木兰那名月姓女子召唤来木兰圣琴协助下，终于重伤妖魔，甚至那位木兰的众神师还斩去了其一只头颅，最终却被古魔遁逃而走。在此战中也有多名元婴修士陨落，至于南宫婉的那位师姐，也在古魔发狂的最后争斗中被一团魔焰直接击中了身体，连元婴都化为了灰烬。令狐老祖的情形稍微好一些，但身体也被毁，只有元婴侥幸逃脱。最倒霉的还是鬼灵门的修士，那位众姓长老则直接被那古魔掏出了元婴，然后被其吞噬。整个鬼灵门入谷的修士，除了数名结丹修士外，高阶修士进入全军覆没，不能不让人惊讶之极。剩下的事情则就和那黄元明告知的差不多。原以为此魔会像记载的那样，无法在人界存在太久，这些人也没有出国后冒险去追杀，但是没想到的是，此魔不知用了何种方法，根本没有一丝回归异界的意思，反而在天南大开杀戒，到处吞噬修士元婴，而最终激怒了众怒，而遭到了围攻。听到这里时，韩立眉头皱了一下。有关围剿此魔的大战，我倒听外界一些传闻，说什么的都有，而2大修士和一名木兰神师同时出手，难道真的未能将此魔当场击毙？以2位师兄的身份，应该知道真实的结果吧？围剿此魔的一战，我2人都未参加，但是据盟里透过来的消息，那古魔的确受到了致命的重创，但是还是被其施展一种古怪的秘术逃出了包围。不过那至阳上人等人一直紧追不放，想要除恶务尽，结果竟一连追到了木兰草原边上。因为忌惮突兀人的修仙者，才不得不放弃追踪。不过这么多年过去，古魔都未在天南现身，而且突兀人那边情形也风平浪静，看来此魔是真的重伤而亡，要不就是横穿木兰草原去了大晋了。去大晋？一听这话，韩立不禁脸色微变，但随即又恢复如常。程师兄和吕洛自然看出了韩立有些话不想讲出来的意思，
但二人识趣的没有再追问什么，毕竟韩立现在的神通和境界已远不是二人可比，现在面对韩立不觉有了一丝敬畏之心。韩立和两人稍微再聊了一会儿其他的事情，终于说出了自己在坠魔谷中已经找到了良药，要先去给南宫婉尝试解除毒咒的事情。二人一听此言，不由大喜。南宫婉若是能恢复如常，那洛云宗自然是实力大增，急忙也没心思再聊下去，当即陪着韩立亲自前往禁地。在禁地的入口处，程师兄二人自觉停下了脚步，说要给其守住此处，让韩立尽管放心解除邪咒就是。韩立没有客气，口中道谢一声，就独自走入了进去。不久后，他的身影出现在密室的石门前，望了望石门外的禁制，自从上次离开后并没有再被触动的样子，看来程师兄二人也是用神识探测了一下南宫婉的情形，并未迫近进去。这倒让韩立对二人的举动更加满意。手中掐诀，一连数道法诀打出，石门灵光闪动几下，一声闷响后就开启了。韩立脸上异色闪动，无声无息地走了进去。石门再次落下，密室中的情形一切如旧，因为屋顶镶嵌了月光石的缘故，并不觉得有丝毫昏暗，而且因为有禁制存在的缘故，屋内始终洁净如初，一尘不染，而冰壁闪烁着淡淡的灵光，南宫婉一副女童模样的仍旧封印在其中，双目紧闭，脸色微白。韩立脸上一丝珍惜之色闪过，几步走到了冰壁前丈许处停了下来，凝望着南宫婉苍白的面容，韩立目中此刻全是复杂的神色，站在原地怔怔地望着冰封中的南宫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一拍腰间储物袋，一个玉盒凭空出现在手中，一手托着玉盒，另一只手掌冲着盒盖上轻轻一弹，盒盖顿时弹跳而开，露出了一颗拇指大小的赤红圆球，正是那颗火缠兽妖丹。这一枚妖丹在洁白无瑕的玉盒中忽明忽暗，闪烁红光，显得神秘绚丽。韩立微眯着眼睛仔细打量此妖丹半晌，突然一张口，一团青蒙蒙灵气将妖丹卷起，然后拖着此丹向冰壁漂浮而去。这时一阵阵低低的咒语声传出，一道法诀打在冰壁之上，冰壁蓝光一闪，妖丹视若无物融入了厚厚的冰壁中，飞到了南宫婉嘴唇边上。韩立从容地对准南宫婉一指点，南宫婉顿时如同木偶一般，嘴唇半张而开，妖丹趁此机会瞬间飞入了口中，顿时南宫婉苍白无血的面孔罩上了一层淡淡的红光，但布满长长睫毛的双眼依然紧闭不睁，没有半丝清醒的样子。韩立叹了一口气，知道此事急不得，即使妖丹真有效，也不是10天半月就能解除封魂咒。但韩立也没有马上就此离去，只是静静地站在冰壁前，凝望着南宫婉，一言不发，脑中不知为何却浮现起了当初见南宫婉时的惊艳一幕。时间缓缓地流逝而过，韩立站在冰壁前一动不动。大半日之后，韩立平静地走出了密室大门，重新将禁制开启，才原路返回。程师兄和吕洛仍然还守护在禁地门外，一见韩立出来，自然关心地问了几句。韩立勉强笑了笑，只说还要观察几日才知是否真能解除封魂咒。因为连日赶路，韩立也有些疲倦，没有继续和二人闲谈下去，当即和二人分手，回到自己的洞府。反正来日方长，有什么事情以后也可以慢慢详谈。韩立化作一道青红，直奔子母峰而去。在先前的谈话中，他已知，虽然他失踪了20多年，但是其洞府却在老者和吕洛的严令下仍然保持如初，而作为他的侍妾穆佩玲仍然一直居住在紫峰之中，老者二人一直多加照顾。如今此女已处在假丹期的境界，竟只要年许功夫就可以开始尝试结丹，这倒是一件意外之喜。韩立听了心中一动，自然想起了
颠凤培元功的事情。要知道可以增加结丹成功率的各种灵丹妙药，他还是有不少。此女的资质可又算是绝佳之列，只要他真动用全力资助此女结丹，那此女自然有70%把握以上可以安然结丹成功。可是没想到坠魔中另外有一番机缘，竟未等此女结丹，他就先突破了此瓶颈。如此一来，这可和原先的打算不大一样。不过这也没有关系，巅凤培元功的双修功法对元婴后期境界的突破同样有用处。当然，修炼此功法的火候肯定要更深些才行，此女也要结丹后期的修为才能有用。只是原先设想让此女修炼此功法数十年就可采其元阴之身，然后随其去留的想法，不得不改变了。按照正常情况下，他可能200-300年都无法修炼至元婴中期的顶阶境界。如此长时间，要让此女一直修炼巅凤培元功这种功法，还真是要好好培养一下。毕竟巅凤培元功可不是什么顶阶的功法，若没有丹药相助，此女短时间内修炼到结丹后期境界恐怕很难。韩立心中想着，片刻后飞至了子母峰前。看着峰前云海尽至，韩立微微一笑，袍袖一拂，浓浓的雾海自行分开了一条通道。他不慌不忙地向主峰飞去。洞府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，甚至连临时放出来留守洞府的部分3色噬金虫都仍然凝结成一个个3色圆球，高高的悬挂在大厅中间，一动不动。移植在药园内的玄天仙藤和九曲灵参都完好无损，仿佛他好像昨日才离去一般。那玄天仙藤的残羹也就算了，韩立对其能否救活并没有抱多大希望，但九曲灵参却非同小可，这是一种外界早已灭绝的灵药，况且此药通灵已久，甚至有了化形之体，那就更加珍惜异常。若不是此灵参带在身上实在不方便，韩立还真想将此灵药一起移植随身携带。可惜现在得到的古方中一直未有再用到此身的丹药，这也只能让他望而兴叹，将其暂时搁置不问。除了药园中的灵药外，那6翼双弓的幼卵和大部分噬金虫，韩立上次离府时就将它们装在灵兽袋中一起带走，不用为此担心什么。甚至6翼双弓的24粒幼卵，在他去极西之地不久，就在半路上孵化而出。但困在空间裂缝的这20余年间，那小瓶无法再生出绿叶，倒让此灵虫还停留在幼虫之上，始终未曾进阶过。韩立将它们装在了一只特制的灵兽袋中，让它们一直处于休眠之中。此事倒是有些遗憾。现在韩立先将这批待进化的噬金虫重新放回一间虫室，然后单独取出那冰凉之极的特制灵兽袋，走到了隔壁原先饲养6翼双弓的虫室中，拿起灵兽袋对准虫室大门轻轻一道，结果一片白色霞光席卷，20多只数寸来长的蜈蚣幼虫出现在了虫室中间。这些6翼双弓幼虫身形雪白，晶莹剔透，此刻身上还根本未能见到有翅膀出现，看起来跟放大了一些白色血蚕一样，丝毫不见其狰狞可怕之象。当初韩立将这6翼双弓弄到手后，并不知道这类灵虫是否真能通过泥肠草相互吞噬进化，只是心中存心试一试而已。但是没想到此种灵虫真具有此种进化特性，让其大喜过望。